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之胜，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美伊战争到底打得怎么样？那美国又宣称，斩首伊朗的第2号实权人物吧，包括那所有的安全首长。但对伊朗来说，丝毫没有要屈服的打算。那甚或呢，还不断有飞弹，甚或要其他一些进攻的一些方式。那未来这场仗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攸关到全球，包括经济啦，包括所有一些。那荷姆斯海峡现在状况如何？但除了那个以外，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包括你看到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那翁小玲委员是不是所谓的没收表决，甚或像李珍秀委员那天对空气质询所有事情，那很多人的解读是对国内的朝野之间是未来来讲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吗？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包括选战里面来看的话，蓝白正式公布了蓝白5点合作的一些的方式，包括共同辅选啦，所有这些，但唯一的变数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的话，他又是怎么想怎么看呢？那最近柯前主席动作频频，包括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直指他就是赖清德眼中最爱演的杂质，然后他绝对不会投降，然后如果要再多讲，会不会被判10年以上？他已经先预告了26号的宣判吗？但不管怎么讲，因为对柯前主席来讲，看来小孩在东京的毕业典礼他是没有办法参加，因为那法院已经用裁定正式驳回。而这所有一切，先让你看一下。黄章主席听到柯文哲前主席被驳回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来，这一次主席的辩护人，那帮主席提出这个去东京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事情，我觉得啦，不管从法律上、从人情上、从义理上，真的没有拒绝的道理。我就说，真的将心比心，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那当然，你在法律上面，大家当然就会关心的事情是说，他万一跑了怎么办？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说，柯文哲怎么可能跑？怎么可能跑？到底有谁会相信柯文哲会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简单问一下现场的6位来宾，吴峥，柯文哲不可能会跑，谁会相信柯文哲会跑？你会信吗？会啊。橘子就不会来啊，对，谁知道？你这样，明凤相信哦，是不是？相信啊，我相信他不会跑，但是我相信他到东京可能会跟橘子见面。OK， 我觉得他不会跑啊。你觉得他不会跑？作为一个民众党那么重要的人，不会跑。将军，法官相信比较重要吧？任军。我也不相信柯文哲会踩着飞轮收300万啊，但他也发生了嘛。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那任俊如果从飞轮开始一路往下走的话，任俊，那法院这个驳回有很多人会从法院那个裁定的内容甚或直接去看说那26号的宣判会不会法院在这里面也有一些的新政啦或什么？然后柯文哲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直接讲，不要再讲一些什么，他再多讲，搞不好就会判10年以上。显然在他的想法是，他会被有这些包括刑事的一些的问题，都是因为讲太多，或是因为他那时候讲，因为他选总统的时候声势太大，票得太多，才会这样一些的结果。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不管怎么说，从法院就是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到东京去裁定的所有这一切。包括后续柯文哲为什么最近动作这么多？我跟你讲因为刚刚提到说什么讲再多就判10年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主持人有问他跟选举有关的事情那我觉得柯文哲在赢诉2害一个就是他本人无害，第二个就是他遭受到迫害，就这么简单。他所有的策略所以我老实讲，就黄国昌其实他就是一个路人甲。他的那个评论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但是他提了一个说，从法律、从人情、从义理上面来看，都没有要不准柯文哲去的理由嘛。这他刚刚说的我们给各位看这个台北地院的正式驳回的这样的一个裁定嘛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基本上我把重点画起来了。第一个，他们也去查了说整个邀请函的内容说这个柯富瑶其实去年10月就已经完成学业了。那现在是3月24号的时候要有一个学位授予的典礼了那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非常多人跟东大也有去那边念过书了毕业典礼该怎么举行，我觉得我们不用在这里赘述。但重点是什么？他这边有一句，被告就柯文哲是否前往参加，也不是这个仪式能否如期举行的要件
不是说你柯文哲不能去大家就别办了，好不好？好，就按照柯文哲讲的，这也不是我要求的，然后那个毕业典礼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时间啊，对不对？而且后来柯文哲怎么说？柯文哲说是他的教授问他儿子说，你们要不要参加？他儿子因为这样就想说，那我就问一下细节，然后跟陈佩琪说。柯文哲的讲法是什么？你是陈佩琪问我要不要去啊？所以我刚刚讲，他形塑一个叫我无害嘛。第一个，东大也不是我决定的第二个也不是我自己吵着要去是陈佩琪要问我要不要去。然后问题来了，你们家在做的这个操作就是这样吗？按照柯文哲的讲法，你本来就不是一定的要件但问题是陈佩琪操作成什么？今天更夸张，我真的讲，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啦。有些在言论上面想那我们在媒体都不愿意去这样说。那你这样写，以一个政治人物的妻子，你觉得合理吗？他觉得合理了再来，他说这个不是你毕业典礼能不能如期举行的要件嘛？再来，也不会如果你今天没有去，也不会让你的儿子没有办法顺利取得学位嘛。有哪一个说柯文哲不能去不好意思你爸没来，我毕业证书不给你。也不会嘛，学位不给你嘛。好，再来，法律上面该怎么做？老实讲，因为过去大家谈论过嘛，说这个之前有人想要这个解除这个所谓的进出境的这样的一个事，那你有一些法律上面可以做的事情嘛？我现在都在回应黄国昌的法律人情义理回来看，被告就相关行程规划是否提出相应之担保都没做啦，付之确认一场他都不做啦。民众党怎么说的？保人我们也没有对不对？钱柯文哲都花的差不多七千万，已经7000万了，你还要再加什么？就是不是花的差不多啦，有被扣的，有被干嘛的，有要交保的是这样那我就讲一句嘛，保人很难吗？如果今天柯文哲按照黄国昌的说法说跑了，怎么可能跑？简单嘛，民众党你有8个立委嘛，8个立委居民帮柯文哲做保啦，不过分吧？他是你们的党主席黄国昌可以一起加进来9个人，现任民众党党主席，再加民众党8个立委，居民帮柯文哲做保，我们担保他不会跑。人情义理你们的位置是柯文哲给你的，你们都不愿意做。陈佩琪讲了一句话。柯文哲募得的政治现金并没有进入个人口袋，那意思是什么？你没有否认有钱，但钱去哪没人知道嘛。到目前为止，所有东西都是空的只为了达成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家说你们想要的没有给你，你通通就觉得就是大家在欺负你。所以我讲他2个策略嘛，柯文哲无害，但所有的受到迫害。我必须讲柯文哲在相关的案子，可能因为5个大律师接触的司法案件，其实比我们多非常多。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政治人物里面，因为这种相关类似的案子，然后被在这个所谓的一审判决之前，柯文哲应该算高调的吧？柯文哲如果讲说他是第2名，我不相信有人会跳出来说我是第1名嘛。他高调的程度包含到，前一阵子很多人就讲说，柯文哲是不是要专心准备司法？没有刚刚主持人讲现在开始上节目了，开始大谈这个政治，开始大谈司法，开始怎样？你跟我说他没有想要赢诉一个他被迫害，光那一句话不能多说，我多讲了就会判10年以上。这个话过不过分？这个话过不过分？过不过分？那这句话某种程度有一个意思的感觉，就是你们判我不是因为证据上面我违法，我什么什么，就是因为我讲多了，我的势力大了，我的什么什么，所以你们判我。那我再问一句嘛，柯文哲，你们家有少讲吗？来吴峥，后面最后了，当然裁定后面都会有这一段了。最后第4点，上面写的是得抗告。OK，那可以抗告。那我不知道柯文哲他们会不会抗告。媒体上讲说陈佩琪他们是不是有考虑说是不是要提抗告？那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刚讲柯文哲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包括接受媒体的访问。那这2天接受联合报访问的时候，第一个他向赖总统，就是因为赖总统分裂了国家。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在里面讲说总统嘛就是要团结，不是带头分裂。可能在赖总统眼中，柯文哲就是最碍眼的杂质。我要跟他说抱歉，我不会投降。那他讲说我们根本就选出了一个皇帝类似像这些。那今天在另外一个媒体访问，就刚刚任俊讲的，包括讲说如果再多讲，他就会被判10年以上。显然台湾的法律不是在看证据，是在看这些所有这一切的形塑，包括26号就要宣判，包括蓝白现在在谈蓝白合所有这些，
你怎么判断他最近这么多的一些动作？我这样讲啊，就是一个一个讲。首先是黄国昌讲说，到底全台湾谁会相信柯文哲会跑？哈，他要帮柯文哲用言语来作保。可是我们稍微发挥一下记忆力，就会记得黄国昌当年也帮很多人保啊。他也说柯文哲如果收了不该收的钱，我第一个跳出来批判他。就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柯文哲骑飞轮收300万嘛，柯文哲哪没有填1000万嘛？黄国昌现在有讲过一个字吗？没有啊。黄国昌去年也讲说，橘子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小女孩。黄国昌去年也讲说，橘子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小女孩。任何人觉得她跟什么财务有关系、金流有关系，那一定是脑袋坏掉。嘿。结果起诉书大家也看到了，橘子是帮忙柯文哲用行李箱拿1000万的人嘛？那黄国昌，而且橘子到现在对他口中单纯的小女孩，到底为什么有能力？1年的时间长达在国外，然后完全追踪不到金流，追踪不到人，追踪不到信用卡的使用记录，这叫神通广大，怎么叫做好单纯呢？那他现在也没有讲一个话，对，黄国昌这个人讲的话已经完全没有价值。好，那讲过来柯文哲，我认为柯文哲的态度很明显，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拿来政治化，拿来做一个对抗的工具，拉高他自己的身价嘛。因为刚刚仁俊哥也讲到，柯文哲你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的想要争取这个所谓的解除禁管嘛。因为我们拿类似的例子来比就好了，例如说我们的棒协理事长辜仲谅，他也有案子在身嘛，那他也要跟法院来争取说是不是容许他出国因为他要陪国家队出去比赛。那当时辜仲谅他的例如说一些条件，大家可以去查嘛，例如说加保金1.5亿例如说外交部长、体育署长都要联名帮他做保律师也要做保对不对？这是人家跟法院沟通的结果嘛。那柯文哲这边呢，陈佩琪说没钱，不保。然后这个刚刚也讲到了嘛，那有没有人你不交保金，那有没有人来帮你做保呢？也没有，所以你根本没有想要认真争取这个事情嘛。那再来柯文哲讲说，这都是因为政治化，因为我实力太强了，赖清德很怕我，所以要把我关起来。作为一个发言人呢，理论上我们官方说法要跟这边大家讲说这个司法绝对是独立的，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涉入，对不对？我知道，但这个大家也听很久了这也不好听，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我就讲嘛，好，柯文哲喜欢讲这种好像帝王将相的厚黑学功利术，我就从他的逻辑来讲，我为什么要怕你？请问2024年的总统大选，柯文哲是第几名？是第2名吗？也不是啊。我第1名，赖清德是第1名，我第1名要怕也是跟我距离比较近的第2名啊，我怕你一个第3名干什么呢？对不对？柯文哲当时义无反顾拼刺说侯友已经被我边缘化了，只要大家集中选票，我就超车就赢了。就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假老二嘛，那我为什么要忌惮呢？那这2024大选选完以后，柯文哲的声势有变得更高吗？也没有嘛，因为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平心而论，你发生事情，什么政治现金暴涨，960加110爆成96万。这样会让你比较多票吗？然后什么厂商这个代导出来说，我没有付你这个，我没有拿你这500万，你不可以污蔑我，这样会让你比较多票吗？不会嘛。选完拿政治现金去4000万现金买房，多一栋房子在名下，这样会让你更多选民欣赏你吗？也不会嘛。那到金华城，我们讲骑飞轮300万，大家都津津乐道你真的是台北市历史上第一个市长是骑飞轮收现金300万人，会让你争取到更多选民认同吗？都不会嘛。那所以为什么我真的从人性讲，为什么赖清德要怕你？没有理由啊。所以这就是柯文哲自己自抬身价。我这个太阳太亮眼，就柯文哲以前很喜欢讲这些嘛。我是狮子人家这个小狗的叫声我听不到，如何，他就活在他自己的世界可是真的是某种程度有点自我陶醉。那我最后讲回来，陈佩琪就是。就是我觉得柯文哲是利用他的案件，在一直把他的司法政治化，给他自己添声量，给他自己蓄能量。陈佩琪就是在无止境的利用柯文哲的官司来去宣泄他的个人情绪。为什么讲到个人情绪呢？因为就是里面充满的不是事实的事情。像例如说，我们看陈佩琪从头到尾对这个事情发言，刚刚也讲到。这个我们是真的是被陈佩琪逼得要去看这些细节。陈佩琪说：“这个柯富瑶东大这个研究所的老师特地专程要邀请柯文哲，主动开口希望家长可以来参加，寄邀请信来。结果陈佩琪还把柯富瑶的email信件贴出来，我还要很认真这样放大去看。好，真的放大去看。我这看2月27号的下午5点49分，柯富瑶老师先寄 email 给他。”
Dear Cole, we are preparing diploma conferment ceremony on March 24. Will you attend the ceremony? 你会来参加3月24号的毕业典礼吗？然后到了3月2号中午11点56分啊，这个老师又寄信给他说 ，OK 啊，我们知道你会来了，我们会准备你的座位 ，We will prepare your seat， 是 seat 不是 seat， 所以就是针对客服要一个人的位置，就说好，那我知道你会来了哦，我们会帮你留一个位置，就这样。然后到了3月2号下午4点20分，柯富瑶主动回信给他的指导老师 ，I would like to kindly ask for your assistance regarding diploma ceremony。针对我的毕业典礼，我有一件事希望你帮忙。我们要去看，真的是你贴出来的信，我们要看到这么细，所以这怎么就是我不知道是柯富瑶我真的觉得他有点可怜，他可能是承受陈佩琪的压力，是从头到尾是你主动在 email 里面说寄信给你的老师说啊，我需要你帮忙出一个文件给我，不是什么人家学校主动邀请，所以陈佩琪讲的说多可怜哇，这个学校很希望邀请柯文哲啊，他居然没有办法去，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啊。再来，陈佩琪说，然后柯文哲自己上专访也讲了嘛，说自始至终。柯文哲对事情根本还好，是陈佩琪很想去，陈佩琪一直游说他，各位游说。要到游说这个字眼，游说是什么？拉比是说他没有这个意愿，他不想这么做，我去说服他，我去撸他，这个叫游说。如果今天说走，我们去吃晚餐，我说好，我就去，这不叫游说。这游说是让你不想，我就一直叫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柯文哲根本对这个事情就可有可无，他自己也都说我是可去可不去。然后陈佩琪那边哭天抢地说啊，就是国家欺负我们，就是司法单位，我儿子好不容易一个毕业典礼，到底为什么家长不能参加？而且讲回来，陈佩琪你还是可以去啊。柯文哲被禁管，陈佩琪没有被禁管啊。陈佩琪你自己想拉着柯文哲去参加你儿子的毕业典礼，那柯文哲就有案在身，他的禁管就没有被解除。然后柯文哲拿这个事情出来勒索，说情勒真的是全台湾的人民啊，说如果你不放行，我就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那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们讲到陈佩琪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觉得说烦躁，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公共事务，大家要讲逻辑，要讲理性嘛。陈佩琪真的是用一种街坊邻居来吵架的方式，就是宣泄他的情绪，有没有？就讲说好，然后还讲说，你看陈佩琪甚至还上广播讲啊，我们家柯文哲多可怜，现在都要去灵媒问求神问卜如何如何。你知道这种就是亲戚之间啊，你再去跟你的亲戚抱怨，你最近遇到一个谁啊，好讨厌，如何如何这种事情，那只是说你今天把这个事情放大到变成说好像是全国司法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民进党跟民众党这些问题，我就觉得说，到底你家柯文哲今天不管他是求神问卜好了，去问灵媒好了，这些事情到底干我们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一搭一唱，一个就是把他的案件、司法案件变成政治化，想要垫高自己的位置；一个呢，就是这个心里不论有多少不愉快，就是利用柯文哲的案件一直出来，这个每天大街小巷一直骂人，一直骂。我觉得真的是这两个人实在是借着他们自己的案件来某种程度消费践踏我们的司法制度，也是滥用我们媒体资源。明凤，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其实那个过程呢？好，你说有人会从台北地院那个裁定里头去看一些的字眼，那它里面当然有一些字眼，譬如讲说，可能未来难以确保未来刑罚的执行啊，类似像这一些词。那当然网友很多人看就讲说，这是不是代表3月26？你看。那未来刑罚执行就表示会被判吧？你看是不是？那柯文哲其实他那时候前面他自己，包括他讲说要问他的律师，那你们大家乐不乐观？那律师也讲说这个案子他们觉得可能会被判。那当然他们说，因为这被搞成政治事件 ，OK， 这是一个政治在审理的事件。可是这整件事情到了现在，以前那个年代，民凤跑新闻的时候常听到那个什么当选过关，落选被关。现在这个年代去喊这个，像柯文哲一直喊这是个政治迫害，什么什么类似像所有这些。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有被判，当然你说无罪啊，那是一回事。如果真的有罪，而且像他讲的，他再多讲几句，搞不好判10年以上。真的，如果再喊这是所谓的政治迫害，赖清德就要什么的话，真的会有这么多人会去相信像这样一些词吗？网络上甚会有人在问说，黄国昌到底对柯文哲这个案子，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第一个我觉得很难网络上甚会有人在问说，黄国昌到底对柯文哲这个案子，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我第一个我觉得很难现在很难是说你是政治迫害。以前不是一天到晚有人喊这个，但是现在还可以喊吗？可是以前是我觉得那还是一党独大的那个时代，那很多东西都没有透明你这样喊。不管怎么样，就开始觉得说有点是不是有这种味道，好像就是说当时执政党可以控制一切，可是现在政党轮替那么多次了，这个所谓的司法体系，不管大家诟病很多啦，但是也不是说都是哪一党可以控制的。那我觉得当然以黄国昌这对于柯文哲的爱，当然会希望他少判一点啦，对，怎么会希望他重判呢？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怎么会这样想黄国昌呢？对不对？可是就客观事实来看，如果这个柯文哲重判了，他的影响10年以上的话，对10年以上的话，这个东西他的刑责越来越高的时候，就表示他这个入监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大嘛。那你相对的整个在政治影响力，大家会觉得你判这么重，法官会觉得你这个，就说大家会觉得法官一定是有凭有据的。那已经涉及到。那你主要是你看你有没有贪污罪嘛，或什么东西的，觉得就是你已经犯罪非常清楚的情况之下，大家怎么会你的政治影响力一定是递减嘛？那你再看看两个里面现在执行所谓蓝白合政策差多少啊？那你如果说，其实我觉得是郑丽文比较希望柯文哲重判，应该比较有可能啦，对不对？因为跟黄国昌合作比较愉快，对，比较愉快嘛。对，黄国昌完全不 argue 的对不对？我跟你说什么，我们就合作什么柯文哲跑去台南，讨厌这个对于谢龙介来插一脚的时候，觉得很厌弃，不喜欢。那如果是黄国昌，他也会很高兴啊。所以说，就某种程度来讲说，你整个蓝白合的执行方面，这个如果是柯文哲跟黄国昌的差别，那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希望柯文哲判重一点这样比较方便如果照明凤刚渊之，你们现在蓝白的协议今天发布嘛，就是蓝白基建协议啊，所有这些。那有人说，其实未来蓝白当然能够照着这样一路很顺的往下走是一回事。明凤刚刚说，因为柯文哲跟黄国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也有媒体上，甚或连有一些比较跟比较偏蓝营一点的媒体，也有写说最大的变数可能在柯文哲身上。甚或包括他自己的判刑与否，或者什么，全部都在这个里头。甚或他以前自己也讲过，像联合政府这些，但你们这里面也有讲到联合治理啊，什么类似这些。可是他就讲，中国从来没有那个什么联合政府成功过的。所以显然这个态度上面，你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柯文哲这么捉摸不定的感觉？就是柯文哲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说，柯文哲会不会是一个变数？但我有看他的专访啊，其实他讲话的方式就是说啊，以前没有成功过啦，然后不过可以试试看啊，说不定可以创造一个先例啊，然后讲说像日本啊，自民党结合其他的政党的方式啊，我们也可以试试看。他大概讲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主轴并没有反对蓝白合，也没有说不要联合政府或联合治理，他只是提出他的一些忧心，所以我看了他的专访，我是觉得还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今天，两边就真的就出来了，开记者会了，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嘛。那这过程当中也经过，他们是说除了见面之外，还有电话不断的热线。那我觉得这就比2023年那时候在君悦饭店翻脸的那一次好很多啊，因为那一次大家互相猜忌啊，弄个什么计时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要。那时候也在那个马英九办公室签过6点，对，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然后那一次的也是一样，那一次就是柯文哲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到那边，然后就签了。对，陈志汉在外面等。对。然后他们俩进去是被赶出去，后来是被赶出去。对，对，他在里面啊，然后就是他们也感觉说，是不是来了一个什么鸿门宴什么之类的嘛？所以签了以后，后来又翻脸了啊。所以这次我们也学到教训了嘛，就是说也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双方都不要让对方觉得说好像有设局，或者是好像用话术要去诓你啊，逼你设下进到圈套都没有。就是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协调。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直接写说用民调的决定之，然后还要写说民调的具体作业还要继续商量？有，他有啊。是不是要让什么正负几又要开始了？他有一个第3条啦，民意调查跟整合方式，有先定一个原则出来。至于说哪几家。什么问题？那还要细节还要再讨论。对啊，正负几，这就是慎重起见嘛，就不要说一次就把它讲那么细，就大家还可以回家去想一想。对。那我上次不是有讲说，现在已经讨论到很细了嘛，就是说连题目要怎么问都讨论过。比如说蓝白共推陈敏凤，然后对上谁，跟蓝白共推谁对上谁，就是问到这么的细，然后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的乐观。我觉得，就是请问一下，那为什么像张启凯他会突然抛一个说，因为现在看起来要整合的就3个地方嘛，就是嘉义市，然后宜兰跟新北。那为什么说如果这3个地方，然后白银如果都输，那就是蓝白就是破局？那如果是这个，大家就愿赌服输，就是比民调啊。那如果真的输了，那有什么好破局的？因为他当然他想赢啊，我觉得是因为他想赢。那现在是3个县市，可能会面临整合嘛，就是新北、宜兰跟嘉义市。对，那新北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蛮有信心的，就是蓝白最后会共推李四川。那宜兰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不知道，宜兰我不晓得，但是可能没做你这么有信心啊？你说对谁？我说新北啊。新北我是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新北的嘛，我有信心嘛。宜兰的状况。吴宗宪也有可能会赢嘛，也有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张启凯也输，那白银就全部都没有。那张启凯当然他这样的喊的意思就是也让蓝的感觉，也让白的感觉说，对啦，也应该要给人家一席，白的要有一席。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啦，这就是说，我觉得那你拿你们嘉义提名的那个不是？那你们新竹市为什么不列进去？新竹市就主动送给白银就对了。我觉得可以先就是反正他们先去做民调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张启凯提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大家就有想过这一题，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县市蓝白都是蓝营的，那白会愿意跟我们整合吗？会不会？对，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考虑过这件事情。那张启凯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情绪嘛，跟大家讲说，对啊，有可能破局。那这是一个选举的一种论述啦。那我觉得，但是因为那是2天前讲的，但现在。定得很明显啊，可能他讲这个东西就不会发生什么作用。不过其他的县市有的，我觉得是有这样的默契。比如说像新竹县，新竹县因为民众党没有人，那也有可能最后就是我们的人。可是像竹北市，现在好像国民党蓝白共推民众党的人，这个趋势是有的。所以个别的状况可能还是可以个别去看。来，将军，我觉得民众党张启凯是正常的。你要出来选就是我要赢啊。对不对？不然推人干什么？陈婉慧推到宜兰已经征召了，陈婉慧不要赢吗？可是很奇怪，蓝跟白之间一个共识，从2024到现在都没变。他们的共识就是第一个不让民进党赢，第二个我要赢。那请问这个共识是有共识吗？没有啊，不让民进党赢，可是我要赢。那新北就新北例外。新北黄国昌是只要不让民众党赢，我可以并入李四川团队。不要让民进党赢。我黄国昌可以并入李四川团队，这只有新北例外，所以你说张启凯不正常，张启凯才是正常的啊。我们出来选举，对我只是不要让吴峥赢，对不对？我可以输，那你出来选什么？对不对？不是莫名其妙吗？当然是我要赢啊，所以张启凯是正常的啊。那如果是这些候选人说我一定要赢，这是先决条件，再来就是不让民进党赢。那各位现在是反喽。现在蓝白合怎么谈都是首要条件是不让民进党赢，那可是第二个条件呢，我要赢，那就瞧不定啦。那第一个就是假议题嘛，所以我说柯文哲有没有变？柯文哲没有变，从2024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变，所以他很清楚，他就讲说那协议要讲规则要谈清楚。那请问是他后来就是3%还是6%？这要怎么算？3%还是6%？要怎么算？还是说反正我的民调我赢了我就算赢，那你的民调我输我不算输？那这谈不下去了嘛？求真民调怎么样调都是民众党赢啊。还是说反正我的民调我赢了我就算赢，那你的民调我输我不算输？那这谈不下去了嘛？求真民调怎么样调都是民众党赢啊。求真民调不会让民众党输的啊，那国民党的民调也是国民党赢啊，那各相信各的不就没得谈了？所以我就想这怎么谈下去？谈不下去。柯文哲很明白，柯文哲讲他现在讲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条件而已，预防被框。为什么预防被框？因为他被框过。他2024被国民党框过，他一直认为他被框了。所以他现在叫预防被框，他怎么会觉得被国民党框？因为那个条件，谁啊？对啊，那个条件里头那个6点协议，那天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在啊，对，因为他还很开心的是，那第6点还记得吗？那个什么财政他加的，对，那什么 NCC、财政部、法务部那些监督的位置都是他们的，他就说是他们加的，他说国民党来执政，我来监督。我说我们都说奇怪，有副总统监督总统的吗？这不是很怪？所以你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判断柯文哲的理念。柯文哲的理念就是
他们就是诓我，他们就是诓我。那这还有得解吗？他国民党的一切决定，柯文哲都认为在诓我，所以他要预防被诓，所以他要求是什么？你知道，要数位化，要透明化，游戏规则要让大家都很清楚，规则都谈不清楚，谈什么合作？没有办法啊。所以我讲哈，他现在在保住什么？你知道，保住民众党不要泡沫化。如果民众党按照黄国昌的经营方式跟国民党就合并了，大家想到2026以后还有民众党吗？没有啦，2028就顺势整合了，就是当民众党变成国民党的一个支党部，那就合了。只有这个方式会合，就是当民众党变成国民党的支党部，叫做国民党民众支部，就合了，就完全合了。可是你两个党如果没有完成合并，怎么谈蓝白合？所以柯文哲清楚，柯文哲要戳破幻想，没有什么联合政府啦，因为我当了市长，我会把我的副市长让出来吗？笑话。新北市如果赢了，如果今天新竹赢了，他会把他的副市长、副县长让出来，那国民党帮他辅选的这些人，他算什么？将军，我们这样讲好了，就算你党中央两个人去谈了，说什么未来什么联合治理啊，或什么，我如果是打江山，我打下来的。为什么你告诉我说要派一个副市长给白银的，我就要接受？对，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个江山是我打的，款是我募的，对，人都是过程当中我在杀伐的过程。你以为一个政协会真的帮我这么多忙吗？还是帮了倒忙我都不知道？然后结果后来等到选完以后说，因为我们前面有跟人家谈好，所以你要给一个。除了基隆，因为基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些渊源，那每个地方谁要接受啊？基隆那个副市长永远都是被认为归队的国民党，他不是认为让给民众党。打仗的是我，花钱的是我，流血的是我，最后打赢的由你来分配，这不做梦吗？这跟投名状很像，对，不可能嘛。你是三支营前面打，然后我魁字营在后面接收，对，不可能嘛。所以不管是谁都不会接受。所以我说郑丽文跟黄国昌两个去谈。纯粹是谈理念，理念跟执行是两回事。况且理念都谈不合，谁是主，谁是这个谁是这个助攻，谁主攻谁助攻，搞不清楚。那有要简单补充？不是啊，新竹就是最经典的你那个例子嘛。民众党有想过要给国民党吗？你说新竹市啊？对啊，国民党也从此就是从来不提新竹嘛，就新竹就废掉了嘛。国民党也没有打算就是再跟他拼嘛。你看刚玩那个例子嘛，就说联合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必须讲哦。刚刚主持人讲一句说，以前传统的话叫做当选过关，落选被关。我跟你讲，国民党真的是这样想啊。我没有胡说八道啊。2024年的时候，赵大哥啊，当时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柯文哲司法案件，他说什么？柯文哲，你有想到今天会这样吗？2024年他的那时候逻辑就是，如果你跟我蓝白合作，你有可能会面临到被关吗？你以为他的说法没有，他讲错了吗？没有哦。2026年3月13号，赵少康再说一次，当初如果合了，柯文哲可能也不会被关这么久。想太多了，不是，那就代表什么？他们认为司法可以控制啊，我可以控制我要不要办你啊，这才可怕吧？就是今天大家一直在讲说，这个民进党在操弄司法，那我就问一句，请问这种话说，如果当时合作了，你就可能不会被关这么久，是不是代表我可以选择办你，或我选择不办你？这才叫做赤裸的，而且他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呢，这个话大拉了拿出来讲，我讲实话，当时的蓝白合作到底谁诓谁啊？原之是没办法讲太那个啦，民众党讲出让3%之后，他就后悔了嘛，所以后来不断的在那个3%，我觉得原之在这件事应该要帮侯友宜讲话，扭6%这点米给让侯友宜恨到现在。我讲白一点，就只抓了一句，你本来民调输人家，输人家你就应该让啊。人家先要蓝白合，你在这时候算错账要干嘛？不是，所以啊。你今天一直在讲说民众党怕被诓，那谁诓谁啊？当年是你们诓人家抓了一句说啊，你输了本来就应该给我们啊，你输3%你也该弄。他说不对，这样叫6%。那个时候民众党是不是在弄6%的这件事情？国民党现在为了想要赢啊，但我会讲实话，张启凯的那个说法其实充分反映了科系人马的想法啊。我要跟你谈什么？如果今天真的就算我讲实话，比全民调对小党比较有利啊。你今天因为母数的问题嘛，可是张启凯已经弄了一个话语在这哦，不要讲说2天前、3天前，黄国昌有没有当时第一次跟郑丽文会面的时候，黄国昌怎么说？我不是输不起的人，
你知道这句话在民众党科系的人耳朵里面多么的刺耳哦？因为当时输不起就柯文哲啊，输不起了还有陈智汉嘞，输不起当时民众党全党都输不起啊，所以才去弄一个让6%嘛。那时候打侯友宜打得多难听啊！张启凯现在这个说法其实明白是什么？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们几个跑去谈啊，因为很简单嘛，那叫做什么合作？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谢龙介。3月7号，大家还在那边开开心心，在那边哇，一个立委哦，去帮一个别党的议员参选人当麦克风手。谢龙介，你想好我可以帮你同党的议员去做这样的，规场安尼画个底。1个礼拜后被人家说什么？柯文哲觉得错愕，怎么会谢龙介跑出来？还是去骂他们的这个复密？这对国民党才是羞辱，好不好？你的立委去讲做假，去讲做假呢？恁都大家拢点，去用美假呢？结果说，柯文哲觉得怎么莫名其妙跑出一个他，那国民党当作没这件事，谢龙介被骂就被骂了啊，被这样就算了啊，我们还是要蓝白合作。不是，我觉得合作可以，但是会不会人家觉得国民党你也让的太多了吧？袁志，你要不要简单回忆一下龙介那一次的那个事？龙介没有，龙介个性就是这样啊，真的啊，真的。那我选市长之后，我选议员。袁志的意思是说，那以后合作都会出现像这样的事情吗？就国民党有点好像热脸贴上去的感觉，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啦。我是觉得，因为选举就是要赢啦。那龙介他在台南选举嘛，也白没有推人嘛，他希望蓝白合，我觉得还好，他不会在乎的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你说从刚才讲柯文哲会不会是未来一届的变数，可是立法院应该是最近的一些事情，大家讲从。因为立法院显然已经变成国内政治的中心嘛，之前一定是嘛，从表决啦，所有那些，但是这个礼拜开始，从礼拜一开始出现的是，昨天上公在问他30几年的立法院，他也没碰过这些，包括那个李珍秀在对空气质询，然后包括陈智汉跑上来在那旁边，然后翁小玲，然后没收表决，所有这些所有的一些的过程。有人解读啦，就直接讲说，包括像明显昨天直接讲，他的意思是说，朝野之间在未来，显然大家就是互杠到底了。从这些事情里面，就一路看得出来，未来就是这样。我想朝野互杠到底这件事情，如果从这个礼拜的李珍秀到昨天这个翁小玲2件事情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蓝白在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嘛。蓝白在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嘛。我说真的，只有蓝白可以超越蓝白。确实，先讲李珍秀，那李珍秀的画面真的是很奇特哦。就是一方面他对着空气在质询，而且质询到卡的顿呆的时候，陈智汉还会上去帮忙提点两句。这个陈智汉又是万一李珍秀最后万一认定是这个当选无效的情况之下。他是要接着要候补的那一位，所以这个画面真的让我觉得很奇特哈，就是现在这位跟即将可能将来下一位要接位对着空气在做质询，那白银也愿意这样做哦。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李珍秀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歹戏拖棚的状况，就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觉得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要在立法院身上。那否则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李珍秀这些对着空气质询这件事情还会持续的发生当中。那就是真的，因为我不是原子，我没办法唱歌不然就那个就可以唱歌。那个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那个会一直安静下去，每个礼拜都会有这样安静的情况。如果要是那天的那个主席是民进党的李柏一嘛，对 ，OK， 那高雄立法委员李柏一，我每次要把名字要讲清楚，怕观众还有一个台北市议员李柏一跟民进党不一样。可是如果要是主席是国民党呢，是翁小玲呢？或是民众党，他们说下礼拜嘛，下礼拜是廖先行，只有国民党。国民党下礼拜如果是那天是廖先祥，如果是这样怎么办？那一样的状况就是有沙盘推演过嘛，说如果是廖先祥，可能先请，譬如说假设下礼拜我知道可能要审陆委会审内政部，那就可能先请他们上台，然后可能才让这个李珍秀上去质询，可能顺序上倒过来，可是一样啊。这个我相信刘世芳当然会尊重主席，他不会说这样就下台，可是他可能对李珍秀所问的问题，可能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对，绝对不是画面断掉，我们没有停机，好不好？对，绝对不是停机，他可能就这样子啊。那你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
还是一样的情况，只是本来是对空气，现在是对一个木偶，状况还是一样的。这样的歹戏拖棚，我觉得还是会持续下去啊。这是李珍秀的部分。那我觉得民众党要想清楚，就是你到底要这样子一个持续消耗的歹戏，还是你既然你都陈之汉在旁边耳提面命的，你要不要干脆？或者这件事情就圆满落幕，让陈之汉直接上来，会不会好一点？不过这个顶多是歹戏拖棚。我觉得让人刷新三观的还是翁小玲啦。翁小玲昨天在陈委会的那个没收这个陈委会的议程的动作，直接说要提送院会，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虽然翁小玲自己说过去民进党的陈委会的这个主席也有同样的状况，可是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个前提是在于说，问现场有没有异议啊，或者现场同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们陈委会不做处理，我们直接送院会来处理，是有这样的动作。昨天的状况是，民进党的委员有提出异议，翁小玲发现情势不对。就说那我就说那我们就这个送院会，所以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我真的不了解。翁小玲先讲这个还原这个事实，有2种可能性，大家讨论不一样。因为昨天比人数的话，陈委会19人啊，翁小玲是主席，刚好18嘛，那18就本来应该就是9对9，可是很不幸有国民党昨天一个委员应该是葛如君不在，所以如果真的表决的话，其实是8对9。可是我还是要再三强调，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了。程序委员会它就是一个程序，它就是一个确定这些法案要不要送到院会去审理的程序。送进去之后，你院会有意见，国民党照样可以用表决去封锁掉。我不懂为什么要用没收的这种，真的是感觉上是很粗暴的手段来进行。这是一个大家讲说可能是人数怕表决输，就算输了其实也不可耻。偶尔输一下没有关系，而且你院会还是有这个优势。另外一个当然是讲说，昨天审的法案里面是有国安相关法案，包括国安法、国安两岸条例，所以可能翁小玲觉得这些法案根本不应该进到院会，所以用这样手段，我不得而知，只能确定的就是这个真的是刷新三观的一个做法。以前我觉得就是蓝白阵营在跟这个执政党对抗的时候，你了不起，一开始是抗争，抗争不赢，抗争不讨论是很正常的，不讨论，然后就这抗争。后来发现也不要抗争了，我直接表决。现在更进一步了，我连表决都不要了，我直接没收。所以如果再这样进化下去的话，那是不是以后国民党委员刚好哪个委员有事啊，或者哪个委员在忙啊，或者跑选区啊，来不及过来的时候，那干脆我们就全部都没收，连讨论不讨论，动员不动员，表决不表决，就直接没收的情况，我觉得这真的是。让立法院成为一个无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关的情况，我觉得蓝白在不断的，真的是不断的在刷新我们的三观。来，律师，像这部分，因为翁小委员是说他是以前他作为原力，如果照刚才那个志胜阳讲的话，他没有什么原力可以援吗？他是说之前好像陈其迈在当那个召委的时候，还有那个谁啊，反正有好几个民进党的段宜康吧，当召委的时候，好像也是说就不表决，就直接送院会处理。那其实他是这样讲，刚才讲有这样子，刚才在强调有，但是有问过现场委员没有异议。昨天是民进党委员说提出异议，你异议你也不讨论也不表决，而且说那我们散会，我们送院会处理，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概念。对，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当立委，因为我没有参加过程序委员会啦，所以我不知道的，也可能就是他讲的啦，人数不够啦。但是我跟你讲，不能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跟你讲，其实程序委员因为大部分呢。在我们这届常常发生一个状况，就是程序委员会的议程都未定，其实都是在院会处理议程所以这件事情我说真的啦，这个骂一骂，但是对大局真的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影响不大，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就是它是原则性问题，对，就是讲它既然对你送到院会的议程影响不大，你为什么要做出一个违反民主程序？它就叫程序委员会。你不需要，你就让他该表达异议的表达异议，万一真的要表决的表决，因为最后就是如同原子说的，大部分都还是到院会处理。对，所以翁小玲做了一个违反民主程序的一个最坏的示范。都没遇到翁小玲，不晓得他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刚刚大家讨论所有议题里面，我觉得最严重是刘世芳的问题。就是他可以直接就是李珍秀要上去叫他上来，他就是不上去，然后态度也很傲慢，就是这样，然后还用舌头在那边剔牙，就是好像。就是听到陌生人在讲话一样，就是有人看得很细微。那我觉得啦以前我们常常讲法治国家是怎么样，一个法律恶法易法，即便你认为这个法律是不好的法律，但是它如果没有被修订，它如果说没有被废掉，行政机关就是要依法行政。但是现在的我们行政机关是这样
我们通过法律，即便我们认为很福国利民，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行政机关卓荣泰不喜欢，赖清德不喜欢，他就会说，哎呀，这个违宪，所以我不执行啊，那个又怎么样，就找理由我不附属，所以就完全就变成说，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啊。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啊！现在就是看他的一念之间跟他的意志，他高兴就做，他不高兴就不做，那法律就被视为无误啊！我觉得这个才最严重的问题。那李珍秀也是一样，李珍秀根据韩院长在上个礼拜的协商结论是讲说，哎呀，大家既然没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因为他的资格还在嘛，哈，立委的身份还在，那是不是在他资格被比如说法院判定失效之前，还是要尊重他的职权？那前两天在内政委员会他要上去质询的时候，请刘世芳上来，他就不上来。然后那个招委就是高雄的李博义，高雄李博义，他讲话超级矛盾的。他说：“哎，根据韩国瑜院长的结论啊，我们尊重李珍秀的职权，所以我们让他上台。可是呢，我们也尊重行政院、行政机关不上台的权利。不是啊，你尊重李珍秀的职权，他来这边不是来发言的，他来这边就是来质询的。有质询就要有人被询，所以你怎么尊重他的职权？但是呢，我又不让行政官员上来。”这个讲话是完全矛盾的。那只因为刘世芳觉得李珍秀有问题，但是这个也没有，虽然5个是说假议题啊，但是就是没有那个程序。那陈水扁那时候2004年很多人也是觉得他2颗子弹怎么样，不是有当选无效之诉吗？难道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你不是陈总统，我要叫你陈先生啊，你不能有随扈，你不能去总统府嘛？那国家整个就乱掉了嘛。那国家整个就乱掉了嘛。那所以这个行政权很傲慢，我觉得才是现在的问题。来，我觉得要不要继续回应一下？那个我还有像刘世芳，对，尤其是刘世芳这个，你不觉得？你看他昨天呛记者，对，昨天他身体有被碰到了，他说他被碰到，对不对？好，那不舒服，我尊重他。我跟你讲，我在立法院常常有记者这样对我非常不礼貌，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那个罢免的期间我常常去签个到出来，那个记者就这样。你说就什么就拿着这个就对着我的脸差点都被 K 到。你大胆讲出来哪一个记者？很多个啦，很多个，因为他们很多个啦然后呢，好，那我也觉得我有点被冒犯了。你根本没事这样子，一个就嘟过来的，对。我说那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大家互相尊重一下？你就是想访问我嘛，那我们找一个地方，好，让你问嘛，对不对？你不要这样子，每次碰到我就这样，我也会吓一跳啊，对不对？刘世芳，我相信他可能有不舒服，但其实他那个态度就是。站后来就说站那边一点呐，我觉得我被骚扰啊，那记者他采访你是因为你有争议嘛，你不上台，所以人家要问你问题，他不是爱慕你而且他是记者是这样子，你有骂过黄国昌吗？骂什么骂黄国昌？刘世芳只是跟记者说：“你不要碰到我，你不要碰到我。”黄国昌是当着记者面，你问这什么白痴问题？不是，我现在讲刘世芳，你又扯到黄国昌，你有骂过黄国昌吗？对记者的侮辱跟傲慢，黄国昌胜于100倍吧？每个人有讲的，想跑。对，那你为什么不讲刘世芳？你只骂黄国昌，不骂刘世芳？因为他没有出言不逊啊，我还没讲说你不要碰到我。所以我觉得他的态度就是他在骂记者，然后其实记者也不是爱慕他，记者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要采访。然后刚好撞到，你骚扰我，谁要骚扰你？来，那他那种态度直接回好了。来，我已经讲完了。刘世芳只表达说你不要碰到我，就大家互相尊重，还没有出言不逊啊，没有人身攻击啊。我刚刚已经讲了，黄国昌直接说你问这什么白痴问题，对不对？那谁更傲慢，谁更没有礼貌，谁更误人，大家一眼看都知道嘛。所以我讲回来，这个刚刚前面的问题，那。坦白说，我先还是回应一下原之好了。你刚刚讲的行政傲慢如何啊？这个李珍秀的互动啊，然后这个关于有没有违宪的问题，不，那我讲的很简单嘛。那你们可以去提告啊，对不对？去申请释宪啊，因为行政跟立法之间的互动就是我们宪法规范的嘛。行政院有针对立法委员备询的义务。好，那你现在觉得说，行政院这样是不是逾越了你的权限范围了啊？是不是这个你根据宪法你根本不可以自己认定立委有没有资格？那你就去提释宪嘛。不就这样？你说包括不附属或不执行，如果对啊，你觉得总统院长援引宪法征收条文里面，他说他有不附属权，你觉得我错了，那你也去申请释宪啊？你们也不做啊，对不对？那当然，蓝的就会说因为大法官是你们提名如何。可你看，这才是国民党因人设事啊！因为难道民进党我们有改是赖清德当总统的时候改的大法官提名办法吗？没有啊，从马英九、蔡英文到赖清德就是一个总统任内提名8个，就是这样子
交替嘛。啊，就到了蔡英德要提名的时候啊，你们自己说哦不行，之前因为是蔡英文当这个总统，他上次也是他提的，现在又是赖清德提的，所以这个都是你们的人啊，我不承认宪法法庭，这是蓝营因人设事啊，对不对？所以那好，这个前面回应原则的部分啊，那我讲回来，前面我们在讲这个陈委会的问题，翁小玲，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面镜子啦，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因为国民党都在指责说啊，是你赖清德搞焦土政策嘛，是你民进党很傲慢嘛，是你行政立法之间零和嘛。可是翁小玲这个事情，我们就很看得清楚国民党真正态度是什么了。因为前情这个大家有解释嘛，就是说在陈委会里面，如昨天啊，等于是国民党一个技术性15个卢军没有到场，那民进党短暂在程序委员会有了人数优势。那昨天如果现场表决，民进党赢了会怎么样？那就是昨天处理3个嘛，检察重要人事、国安的条例，还有财化法啊院版的，那就是接下来交付委员会审查嘛。那国民党因为在院会蓝加白还是有绝对人数优势啊，其实就是刚刚袁之志也承认啦，说这个其实对你们实质的影响没有很大，因为你们在院会还是可以推翻陈委会的决议，院会可以再去否决，再把它踢回去陈委会。所以这个对他在战术上，大家攻防来讲，对国民党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对翁小玲当常委来讲，我就是要寸度不让，我就是觉得我在立法院一定要全面压制民进党，即便现在现场是我们国民党自己人不够，按照道理大家现场有意见的话就要表决，可是我觉得我任何时刻我一定要把民进党压在地上摩擦，我不能有一刻让他表决赢了，所以我现场好散会，就是交院会。翁小玲的态度就这个样子啊。那翁小玲也不用讲什么这学民进党，因为蔡英文2015年选总统的时候就有一个政见说，民进党我们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们不在陈委会挡案子，所以2016到2024，虽然国民党在立院是相对少数，可是民进党案子国民党的案子我们也会让他排到委员会里面去审查。过去什么黄国昌在卫环委员会咆哮太离谱了啊，什么蒋万安劳基法一战成战神，哇战好久啊，这个一直上面讲发言，一直讲，那些都是在委员会里面，就表示当时民进党都是让国民党有不同意见案子也进到委员会里面，至少让你们在里面讲话，你们发表你们的意见啊，我们最后真的要表决，好，民进党我们在人多，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那讲回来，那现在翁小玲这个，所以讲回翁小玲这个事情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是我觉得要跟这个中选会人士放在一起看。就是未来呢，大家也不用再听国民党指责什么行政院焦土啦、寸土不让，因为包含我们看到国民党在立法院是这种态度了，那包含中选会人士也是很清楚嘛，对不对？上个礼拜其实卓院长昨天在院会他接受总咨询的时候他也讲很清楚啦，就是说本来大家讲好啦，对不对啊？不然我行政院提名权在我，审查权在立法院手上，提名权在我手上嘛。那我的名单为什么要让你国民党跟民众党来推荐呢？你国民党推荐2个人，我也提名啦；民众党推荐了1个人，我也提名啦。那本来就是大家讲好的嘛，讲好说好，我们民进党提一些人啊，你们一直说，你权力不能一把抓，你要释放权力啊，你要跟在野党对话啊，立法院是多数，你要来沟通啊。好，中选会人事案这个案子上，大家看到啦，卓荣泰院长就沟通啦，就协调啦，就原本大家讲好说好，一些人让你们推荐来提你推荐我提名啊，一些人当然我自己也有我想要提的人嘛，本来说好，那这样整包一起过，就上礼拜表决出来就是蓝白翻桌啊，就不要。你民进党提名的不可以过，只有我国民党推荐的过，民进党推荐过，所以那大家也看到了，那所以对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民进党自己支持者也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战术失误，可是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付出的成本，因为行政院透过这个事情让大家看到，我不是拒绝沟通，我不是不愿意去递出橄榄枝来跟立法院合作，可是当我这样做了以后。蓝白在野党就是翻桌。刚才讲的这段是大家讲好，然后国民党蓝白翻盘吗？就完全没有啊！包括就是昨天卓荣泰气噗噗啊，说韩国好像一副韩国要负责啊，我再给你个机会让你补诚信啊。对啊，我也去求证啊，韩国从来都没有答应什么事情啊。那我们提的人他也不是全部提名啊，对不对？他也是会看嘛，他觉得这个比较中立，这个专家学者他在提嘛。那有的人我们觉得太绿的啊，就没有通过啊。那可是像有一龙，他就是民进党提的啊，我们不就通过了嘛？所以不能够讲说什么我们全部都铁板一块。然后刚刚吴峥讲的都其实什么程序的问题，然后或者是什么大家私下讨论的事情，这个跟你法律通过不附属，直接跟法律对杠，哪个比较叫你们视线呢？哪个比较严重？
违法，那就比较严重。对，不是我们要不要释宪是一回事，你做这个事情就是很严重啊，我才不管你立法院。所以我其实民进党现在立法委员援引宪法啊，宪法有，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说反正呢我闯红灯也有权利啊，闯红灯会罚，那我就闯了，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子，这逻辑不对。也有过不附属有权利啊。我跟你讲，现在民进党立法委员其实爱来开会的，爱来不来的嘛，对不对？看棒球就可以几十个不来，为什么？反正没差啊。你们蓝白就通过法律没关系啊，我左拥泰不高兴不附属啊，所以现在你不太需要发言了，因为讲那么多干嘛？反正你们通过我不附属就好。他们现在大绝招就是这样啊。现在看明凤，可不可以问一下，如果讲李正秀这件事情的话，好了，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讨论，国台办在这个节骨眼上去说什么话？因为他说了以后，因为李正秀前一阵子还讲国台办有派人，然后去关心他，让共产党家人照顾得很好。他这时候出来讲一些的话，你不觉得这在国内会引起什么样一些的反应？而且好了，说实话，可能只有柯文哲，如果他是民主党掌实权的人，要不要换李正秀，可能就是他一句话，因为他自己还去讲一个什么他们自己的民调，然后看出来李正秀超过，连他们自己做民调就超过50%，然后觉得他可能不适合或什么。那柯文哲到底在想什么这件事情？难道真的一定要？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你只要研究过这些，你都知道它是中华民国跟这两岸之间很深水区的一个问题，真的要搞到大家翻江倒海成这样吗？所以我就是说，那你国台办又来关心，那不是刚好那个中了，大家在批评你吗？就是为了谁去安排这个位置嘛？因为我觉得今天涉及的有些都是很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你程序委员会，拜托我们跑新闻的时候根本不用去管好不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那为什么今天会冒出这么大的事情？那既然有个立法委员完全不依照程序这样就裁决了，做主席，那这以前会发生吗？根本连你叫立法委员，竟然连法都不遵守，那你要叫别人谁遵守呢？然后李珍秀也是啊，你就说你要搞到中选会去打什么诉讼官司，可是这整个主管机关就是国籍法啊，国籍法就是内政部认定，他就不是立委啊。你立法院就应该去执行，他不是立委嘛？那你结果呢？你的韩国瑜开一个什么协商会议，你才是协商会议典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去凌越这个所谓法律的这个规定嘛？这到底谁在违法？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真的秀底线。然后李正秀我觉得国台办真是帮一个大忙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柯文哲你到底要不要这个拔掉李正秀，变成问题很多很多。我现在你国台办帮忙的时候，我又拔掉李正秀，我不是得罪你中共吗？然后我不拔，我就台湾民意就对坐嘛，所以这种东西就很奇怪，而且你根本就不应该提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很明显的，它就是已经违反国籍法了。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你会相信他会效忠中华民国吗？所以这种简单的逻辑，那为什么你要去冲撞这种东西，这种是基本价值跟基本规定嘛。就像你翁小玲，你们丢脸丢死的吗？这就是作死了蓝白的这种抗争跟杯葛，完全只为了杯葛而杯葛，不是为了什么讲道理，就是要让你的整个政府乱七八糟，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来做这种事情，真的蠢到一个不行啊！国民党是蠢爆了，那现在立院党还没人管，我要是国民党当主席，我马上对这个所谓翁小玲开一个所谓立法院的院长也是啊，他也是要提个警告啊，就说你怎么不按这个规则来？这种东西对国民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不要以为我占了一时的便宜就这样子一个场面，然后你这样子糊弄过去我觉得我用精神胜利法这样子我就胜利了。可是你要付出多少人在骂国民党？你这杯葛完全是为了你自己的蓝白这种所谓的政党的情绪，你根本连基本的法律还有程序委员会连程序都不遵守的时候，你还开什么程序委员会啊？笑死人了！你根本连基本的法律还有程序委员会连程序都不遵守的时候，你还开什么程序委员会啊？笑死人了！好，那接下来会关心，刚刚大家讨论到，包括在立法院不管立委的资格或是程序委员会这些，可是真正的在下礼拜看起来的话，那国人最关心的一些议题，大概也要进入了深水区，包括军购条例是不是要开始进入审查？大家知道，包括行政院版本，然后国民党的版本，然后民众党的版本都已经复委。那复委以后，接下来所有的这些审查，
原之，请问一下，所以下礼拜是你们有包括主席要跟你们大家那在参叙，然后讨论这个礼拜，就讨论包括军购条例这些吗？因为接下来下个礼拜如果副委真的讨论的话，那才是大家真正关心，攸关到我们台湾未来包括1.5兆会不会过1.25兆，还是9000亿，还是3800亿加 N 啊，所有这些，你们下礼拜这个礼拜的安排是怎么样？他其实约我们吃饭没有特别讲什么事啊，然后他是分2天约，然后像明天的话就有几个4个委员会是明天，然后另外4个委员会是礼拜5啊，我是礼拜5，然后那明天的话就是好像我看到什么国防委员会啊，可能财政的委员会都是明天呐，那里面当然可能会。我觉得不是只有讨论军购议题啊，可能就是主席定期想要跟我们立院党团吃饭吧，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应该是这个方向。但是因为下个礼拜就要讨论军购了，对，因为在国防委员会有2个召委嘛，一个是马文君，另外一个是民进党的召委陈冠廷。那陈冠廷在下个礼拜他已经排了军购特别条例的审查。然后，而且是礼拜1、礼拜3、礼拜4 3天都要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可见下个礼拜的重点，全国的重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那因为之前军购条例，党团里面很多人的意见跟现在党盘一开始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像比如说徐巧芯，然后他们主张就是应该要8100亿，8100亿，然后后来主席就是党版啊，智库的版本是3500亿加 N，然后我们。之前有讨论一下，后来又3500亿，再加了300亿嘛，变成3800亿加 N。那个300亿就是所谓的，就是台湾跟美国一起要合作的项目，大概就是300亿。OK， 然后加上美国第一批可能发价书框的钱，就是3800亿。然后 N 的话就是只要美国再有发价书过来，我们就立刻通过。反正只要是美国的东西，我们就马上通过，所以就变成加 N， 大概是这样。那我想可能大家在参叙也会交换意见，但不是只有这个，包括就是譬如说像最近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党员啊，他常常上节目乱骂我们啊，然后之类的，我觉得很多议题都会交流啦，不是就看大家关心什么。那个你们党内那个是一回事，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想全国观众朋友，因为尤其这一次美伊战争以后，你会看到每一次的战争，大家都看到一次军武大观嘛。这一次的军武大观让大家看到，包括无人机，包括很多的这些包括武器啊这些。那尤其对我们来讲的话，那这次我们的军购条例里头，那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些需求？包括各政党之间甚或行政院的版本又会是怎么样？来，志正，请问一下，包括大家看到好，我这2天看到有一个报道，包括我们的雄三飞弹，讲说世界3强啊，类似什么这些的一些的报道。那我们也看到，包括在这次的美伊战争，无人机的重要性或什么。所以，好，行政院当然一直，包括赖清德总统最近一直在呼吁说，讲是不是能够让行政院的版本能够过或什么。可是刚刚讲蓝营跟白营各自的版本其实是有蛮大的差距。可是原之当然有讲了，就你只要美国过一次，我就让你过一次。这中间好，那对于民众来讲的话，最大一些差距会在哪？最大的差距是说，事实上，如果是整个军购特别预算当中，它其实不是只有美国的军购的，你说院版的、行政院版的，对，它其实包括了其实台湾很多的相关的，就梯动里面有很多是台湾的项目在里面。那其实它是整体性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本身的结构来看。第二个是。我真的很难以蓝白过去这半年在阻挡这个军购的状况，我真的很难相信是这个美方来一个批假书我就过一个，美方来一个批假书就过一个。你看连这个这一次要审这个国防特别预算都这么艰辛，等了这个从12月到现在3月，然后经历过多少的折冲讨论，各个美方的这种你说期待呼吁，甚至讲的不好听施压你才排到这样子。最后还是民进党召委排，明明上礼拜可以排不排，等等的情况，所以我对于说蓝白信誓旦旦说美方今天提个批假书就过，我觉得是打上问号了。第三个，美方也觉得很奇怪，我给你一个大的整体性，然后一阶段一阶段这样子的东西，你只要一次的这个特别预算条例过了，未来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在这样的整补过程。结果你硬是要搞说你要过一个我才要给你一个，美方也觉得那我干嘛我什么都要配合你。所以我在这里都是打上问号了。不过元之刚刚讲这，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元之讲说，这个蓝白接下来怎么样？我觉得还有一个变数是卢秀燕市长。卢秀燕市长这2天在美国嘛，他见了蓝营这个 AIT 现在的这个理事嘛，见了蓝营，那他也提到说，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防，作为中华民国的这些国民等等，对这他是非常重视的。对于这个国防预算，他也有他的想法。我相信
卢秀燕这次去完美国回来之后，会不会蓝营在里面对于所谓的这个不管是对美路线或者是军购的议题、预算的数字，蓝营搞不好又有不同的想法，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变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刚刚武哥讲到，其实不管怎么样，除了我们要对美军购之外，我们自己还是要自立自强的去强化我们相关的军事。其实就是这2天的这个熊山的部分熊山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熊山大家都听过听过很多。其实熊山我们现在有舰载的在这个舰艇上面的那真的很强，增程型可以到400公里那我们有陆基的，就在陆地上面去做发射的这种。可是现在的是我觉得最让人瞩目的是26号除了柯文哲要开庭之外对，熊山那天要做这个外海的这个实弹的这个射击打法那这个重要性关键在于说，刚刚武哥也提到空射的熊山飞弹，第一你要把那个本来放在舰艇上面的，你把它放在陆基上面的，我要塞到这个飞机上面，它本身就有难度它这个减重大概减了30%几到40%吧，大概1000公斤，本来是1400公斤，现在降到1000公斤。第二个，这个如果实弹射击成功的话，它是全世界这个第3个可以以超音速来进行空射的这种反舰飞弹前2个，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连美国都没有。美国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鱼叉飞弹，鱼叉飞弹是次音速，它也不到超音速的状况。所以熊山如果这时候这样子通过的话，好，那代表的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空射反舰的能力又上升到一个层次，而且这个空射的目前它当然没有具体公布它的这个射程不过如果以这个舰艇是400公里，我相信这个距离只会多不会少那如果实质通过的话，接下来又一样了国防部希望列入116年度的国防预算，我不晓得国民党的态度又是什么了是不是又觉得说这个威胁性太大这个源头打击对中国的嚇阻太强，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又在炒国防预算了？所以不是说加 N 吗？不知道了，对，就在看国民党看蓝白态度所以其实我只能讲说，其实国军不只说在对美军购上面，我们在自主的能力的提升，其实一直在提升。像这种飞弹就是世界前3了我刚刚讲俄罗斯、中国，再来就是我们所开发出来，连美国都还没有。而且美方现在也提出来另外一个东西，除了军购之外。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说美方因为现在从俄乌战争2022打到现在多了一个在美伊战争，所以他们的火药就 TNT 那种炸药的这种火药，其实一直很匮乏。因为火药的最大输出国过去一直是中国。那中国其实这几年不太给这个美方火药，所以他一直要这个来提高产量。可是美方自己的产量是有限的。你现在图片看到就是在宾州的这个火药中心，可是不够。那怎么办？他们现在美国陆军就提出一个报告说，希望接下来为了要快速提升火药产量，3个地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希望可以在这边直接建构这个就是火药，它叫火药卓越中心，就是这种新型的火药中心来提高产量。而且你可以想象，它在海外提供，俄乌是在乌克兰给谁用？当然就是俄乌战争或者是欧洲战场。以色列给谁用？就是中东战场。在台湾很清楚的，就是针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万一有需要这种火药使用的时候，台湾可能是这一边建一边使用。那我又回来问句了，要建这样子的东西，美国要用合约的方式给台湾，你国民两党要不要？国众两党要不要？又是另外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军购这件事情，台美之间都是紧密在努力的推动。现在的问题变数，真的就是在于说你。蓝白阵营在军购的预算、军购的这个特别条例上面，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如果按照他这样一个的话，我觉得美方可能也会很不耐烦。OK， 来任教授说，这次这个熊山的空射型之所以会引发大家高度关注，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有舰射跟陆射型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一次的预化的这个载具还是在金国号战机那过去大家看到金国号战机，事实上有另外配附一个叫做万箭弹。那这个当然跟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空域的空防的配置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大概配置在低、中、高的状态之下 ，IDF 就我们金国号战机是比较属于低空域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种所谓的近海的这种所谓的攻击武器配附在 IDF 上面，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在金国号战机上面去测试所谓的哑弹
好，所以如果真正实弹射击是成功的话，就诚如刚刚智胜所说的哦，确实我们在超音速的这个部分会大幅度的超前。所以，如果真正实弹射击是成功的话，就诚如刚刚智胜所说的哦，确实我们在超音速的这个部分会大幅度的超前。但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说国民党所谓的这个军购的预算的这个版本啊，但因为原之不是国防委员会啦啊，光第一个啊，国防部已经明白讲，在国民党的版本里面，包含 TTN、H1W 还有鱼叉飞弹的东西，都已经编在年度的常规预算。它就是在今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复委审查的总预算下，国民党硬把它弄出来编到3800亿。你在完全没有的东西下，你硬说不行，我们要进来审，我不知道怎么审啊！你是要叫行政院，不好意思，总预算再给我拿回去，把那个给我拿掉，给我编建，我不知道你国民党怎么自圆其说。因为国防部当天已经就国民党提出版本的时候，国防部就明白讲这3项，第一个根本不在里面嘛，你要我怎么审？就我不太懂，国民党到现在为止不去碰触这个议题，因为你那个就是个闹剧。哦，就是个闹啊！你说硬要审，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审啊？你要增加预算还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刚刚主持人所提到无人机那一块哦，其实不管国民党那个多少亿加 N 啊，它的利基包含那个徐小新的所谓的8100亿，你知道他所有的算法啊，其实加 N 到最后也会差不多8000亿啦。对啊。那他的，但是问题在刚分几次嘛？对，只差我现在不再去讨论说我们要再搞几次的那个特别条例了啊。他的问题来自于刚刚元之所说的那一句话，真正最大争议就在那里啦。只要美国愿意卖，他就同意。所以你第一个，你设这个 gate 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无人机，因为按照现在规划是20万架嘛，它真正问题就不在 N 里面啊，因为所有那些东西都是跟国内的产业进行合作，我就是不要让它变成我的无人机产业去跟国外全部绑在一起，到时候我又要买又要干嘛的，我真的那个都是耗材嘛。结果你今天这一块国民党是摆明讲说我那一块我就不要了，那你再回来跟大家讲说不行，我也觉得那个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变，我就讲那一块就不是跟美国采购的东西，那我就问啊。那你今天要补这个空窗，我就说今天讲说啊，你今天国民党也会讲说，为什么那个你那个炮车买这么多台啊？你有没有买这个？那无人机就是在补足这中间的每一个武器系统不同中间的这个空窗。结果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版本是完全排除跟国内自主的这一块。无人机的20万架，我真的请国民党真的你要审，我觉得 OK 啦。你那个3项那个已经不在预算内，我看你怎么自圆其说。但问题是这一块。包含国防部、包含行政院已经多次的说，这一块就是跟国内的厂商共同来合作研发，大家来补足这一块。国民党还是这个态度，跟大家讲说，我就是不要国内的，我通通都要排除掉。你跟我讲，他要怎么进入到审查的这个阶段嘛？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次美伊战争，我刚刚讲无人机的这一块引起了大家的瞩目。那不对称战争之下，显然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块。包括美国，刚刚讲到我们买的，包括美国的一些的无人机啊，其实都已经大概拿到一些无人机。刚刚讲到是在国内我们自己要发展的这些，对这一块对未来来讲的话，显然这次在行政院版本的攻防里面，很多刚才讲到，包括我们要自己筹建的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对，所以。我还是回应一下，因为元之刚刚讲说，国民党态度就美国要求什么，他们最后就会签什么。可是大家想，其实现在因为上礼拜终于我们这几个包含这个帕拉丁自走炮啦，还82辆海马斯啦，立法院最后决定好党团协商大家同意，来先授权国防部签发价书，先去美国跟美国走这个程序。可是其实这东西去年11月老早就送到立法院了，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真的是如元之讲的，国民党就是美国有发给我们的，我们就签吗？还是这段时间包含美方施压，包含国民党里面的委员自己也觉得不对，包含卢秀燕要访美包含民意，我们看到很多人民都炸锅了，各种民调出来，大家都觉得就是要军购，所以国民党才退让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国民党跟我小时候写作业很像，就是没有啊，就是打一下骂一下写一下，有没有？小时候我妈就还不写作业写5个字，然后跑去玩，然后看一看，又没有了再骂一下，还不写作业再跑回来，就是变成说大家一直施压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等待呢？所以这个刚刚5哥讲到最近，对啊，我们这几天
其实我们这个跟 Anduril 买的600叫 Otis 无人机，现在到货了嘛？那其实还有很多啦，包含今年我们之前买的火山布雷其实之前也炒过，国民党上届委员也反对说不要买这个布雷车，后来我们买成了。包含这个 MQ9 无人机，包含这个还更多，我们之前买的海马斯，还有这个爱国者3的增程型飞弹100枚，今年会陆续到货了。那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今年可以到货？因为之前有买啊。这个 Otis 是2024年6月18美方发给我们的，所以到了现在2026交货了。所以各位就想嘛，我们2024买的东西现在到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签下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8年1.25兆军购，现在立法院躺着一拖再拖，那你什么时候要签呢？你越往后签就越晚拿到，就越晚发嘛，不是这个样子吗？那国民党会骂说这个什么 F16V 还没有拿到，如何？可是问题是我们买很多东西有的 delay。其他的也有到货的你们怎么不讲呢？更核心的问题，大家关心的事情是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支出是8.8兆，这个威胁你国民党有什么方案呢？你没有方案，只说美国卖东西有一些东西 delay， 那我们不买了怎么办？台湾国防怎么办？这个东西完全是真空所以最后回应武哥刚刚讲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不对称作战，因为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次美国也跟伊朗做那个不对称作战嘛。那伊朗之前无人机 Shahid 我们讲过很多次，它一烧100万台币而已。美国传统战斧飞弹一烧一个要250万美金，那就是7000万8000万台币，不合嘛。所以美国这次也逆向工程做了一个 Lucas 无人机出来。那我刚才大家讲这个无人机重点在哪里？因为美国这个 Lucas 它里面有什么厉害呢？第一个它有抗干扰的 GPS， 第二个它前面有装这个 Lucas 前面有装一个摄影机，然后摄影机呢结合了一个智慧的 AI 系统，它事先把伊朗的地形地貌 3D 地形图全部存在这无人机里面，所以万一真的被干扰，它 GPS 连不上，它对外也断网了，它用这个无人机里面的 AI 直接辨识地形，我就知道我在哪里，它就达到精准打击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跟美国要合作这个无人机产业？因为我们不只要买装备我们不只是买这个我刚刚讲的布雷车，买海马斯，我们无人机产业要发展起来，这背后的 AI 技术要不要？这个大脑要不要？所以这才是关键的地方，我们是要跟美国建立这整个产业合作，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无人机自己产，美国还指望我们也帮他做无人机呢。我们现在雷虎公司已经拿到美国无人机的军用资格最高的 Blue UAV 认证，我们的工研院国家政府单位已经拿到商用等级的 Green UAV 认证，所以美国是希望说我们自己强化我们国防，甚至未来我们的产业还可以出口到美国做这生意。可是现在一样遥遥无期。如果这个东西在所谓行政院8年1.25兆版本里面，而国民党是把它切掉的，那我们永远没办法达这个目标。我要补充一下，那个台美合作300亿有把它放进去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吴正义是说什么？我们是怎样被压力什么没有那是去脉络化。其实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赖清德总统可以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嘛，又来了，这事实就是这样嘛。那后来他一直不愿意来那在野党觉得总统怎么都不重视这件事情，那只好提版本大家来讨论那个时候总统根本就他根本就没有要跟我们沟通，然后还一直放话，还叫那个美国在台协会的什么，希望你的努力可以不要白费，好像他是局外人一样。那我们想说，你态度既然是这样，好吧，那我们就进入讨论。所以不是说什么什么打一下动一下，打一下动一下，是我们就放弃，请他来了，我们只好去讨论。一句话就好了。假如原知的陈述为真，那我们现在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嘛。因为如果国民党真的是美国说什么就照单全收的话，美国的态度已经有一个人帮忙去试验，当石蕊试纸试过了，叫做黄国昌嘛。如果国民党真的是美国说什么就照单全收的话，美国的态度已经有一个人帮忙去试验，当石蕊试纸试过了，叫做黄国昌嘛。黄国昌去了DC一趟，回来就说美国人说他们也不支持行政院提的方案，很多根本不是美国人要的。美国国务院翻官方声明打脸嘛，就说我们支持8年1.25兆。那如果像你讲的，美国支持的东西你们就支持，那美国就讲了支持行政院的8年1.25兆版本，你们为什么不支持呢？我们也有人去跟美国沟通嘛。
对啊，那像徐小清就跟美国就关系不错嘛，那他提的就是8100亿。OK， 那其他的那你们又砍到3800亿了。等一下，我要讲，我们也没有不要，我们是觉得不应该放在特别预算，因为有的武器其实国防部早就已经要做，那为什么不把它编到年度预算？年度预算你们也不审啊，就是人去讲的弄那个特别预算，你们也不审啊，才能够今年出了年度预算还在背总预算就是别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每个都环环相扣的嘛。对啊 ，OK， 好，你们这样绕得出去吗？国民党可以啊，总预算就是因为他没有依法编的预算啊，但是他会有另外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想到美伊战争会打到跟我们国内有一点关系，因为川习会本来就是在3月底4月初，结果现在打到川普已经跟你讲说他要延后1个月，可能还不止1个月哦。如果他现在讲5到6周，对他现在讲5到6周了。对，因为这中间一直牵扯到跟政协会有没有什么关联性。那政协会以郑丽文的口中一直告诉你说，就是对国民党是个大利多，越往南部，然后支持越热烈，所有的这些。那如果这样，可是对国民党，尤其要参选的，不管是青壮派或所有那些，他们真的也是这样认为吗？对刘改来讲的话，不晓得看到那个民调或什么，是真的越往南，真的是越激励人心吗？那川普这个宣布，国民党应该很振奋，因为政协会一定在川协会之后，不会在之前了，一定在之后。那么5、6个礼拜，甚至更长，那干脆到10月好了，对不对？如果上一夫讲的比你还狠，他说11月，对啊，就去参加，因为选举是11月，孙中山11月160周年纪念日有邀请啊，有邀请共同参与，1月8号，1月8投票，他1月27晚上选情之夜在北京办嘛，或者在天安门办，不是很好？怎么可能？这怎么会利多？这哪叫利多？这吓死人的利多，还多利多姿吓死人的！这真的是吓死人！我要告诉大家哦，其实真正现在人民关心的2件事了，一个就是我们今年的总预算到底什么时候要审？第二个就是军售。这个军售其实很多人说，这国民党好像都同意了嘛，反正美国愿意卖什么发家书给我们都照单全收。可是你知道现在地方怎么说？你知道，国民党宁可相信美国人，也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总统。他宁可相信川普哦，不相信中华民国的总统。现在国民党的态度就是这样嘛？那不对吧？应该是相信我们的总统。再去想别人的总，因为别人总统的永远都是美国优先，他不会台湾优先嘛，所以你宁可相信一个美国优先的总统，不相信一个台湾优先，这不是很错乱吗？我要跟大家讲哦，刚才讲的那个雄风飞弹，它的发展是从舰载开始发展的哦，舰载的飞弹发展到陆基，这个不难，这个想克服的不大 ，OK， 可是舰载的飞弹发展到变成机载，这超难的 ，OK。因为不管是舰载还是陆基，它的动能从0开始。可是，在飞机上不一样飞机本身就有速度它的速度不是从0开始，你要让这个飞弹从0开始变成不是从0开始发射，这是很大的突破。全世界极少数的国家是这样发展，我们是逆向工程在发展，而且呢状况还不错。所以你认为美国想不想知道我们怎么突破？美国想知道啊。而且大家现在很注重这个美伊战争，你知道吗？就是怎么防无人机。我上个礼拜才讲，美国请乌克兰帮忙，乌克兰有一个用无人机打无人机，已经让伊朗吃到很多的苦头了。将军刚才这样讲，我们会在乎无人机在不对称作战之下，我们可以发展这些。老共某种程度，我相信他也会看美伊战争，会，他也会从这里面要去找到，如果他要是有一天有任何蠢动。这包括无人机或什么，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我觉得攻防之间大家都会想，一定会有想这些。是，你看现在中国他们也会制造无人机海，当然，然后我们要把台海变成地狱景象，中国也想啊。当这个无人机海的地狱景象，谁做了主动权，谁就是赢家嘛。所以你知道现在美国做了一个大突破，你知道这个突破是被伊朗逼出来的，因为伊朗说：“我告诉你，你们再打我。”我要把你多达15家在中东的美国的企业，我要对它攻击。这些企业都是一流的 AI 厂，包含了辉达了，包含了波音啦，包含了微软，包含洛马，全部都搞。这些厂心想你要搞我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挤出了美国一种超厉害的，美国在搞不对称哦，不对称都是强的，就是弱的对强的搞不对称。现在美国对伊朗搞不对称，针对什么？针对无人机，因为在无人机的方面。伊朗太多了，它的数量太多了，所以美国想到一个不对称的方式，发展出叫做神秘的670弹药之谜。很多人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啊？670是什么玩意儿？
现在发展，原来它叫做胶囊反无人机的飞弹。你与其说它是飞弹哦，不如说它是一种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做法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发射上去，它会混到无人机群里面。你蜂群嘛，一大群蜂群，3万、5万、3000、5000，它就混进你的无人机群里面，做什么呢？做超强的微波释放。它进去之后，它做一个超强的微波释放，让你这一个无人机群，对不对？被它搞错乱，然后呢，它就自行坠落，坠海，还没有飞到目的地就坠海。然后呢，厉害的是，这一个无人机胶囊计划，它还可以回收，它破坏完它们之后，对不对？它自己回来，可以再用。所以你想想看，一架毁掉你好多架、数百架、数千架，这才叫做所谓的不对称。那现在美国把它称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以前乌克兰的无人机上去跟你对撞 ，OK， 或是上去爆炸，然后一架炸个10架就很厉害。它不是，它是用软砂上去让你错乱，错乱完你都全部坠下之后，它回来。它不但回来而已，它把你这些被它错乱干扰的参数全部带回来。所以这是美国发展出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所以你就知道，军事大国发展的不对称，跟我们这种军事小国发展出的不对称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跟乌克兰是我一架上去回你个5、6架就很了不起了，它是一架上去回你一群，然后它还可以回得来。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技术我们需不需要？当然，哇，如果这个技术美国能够跟台湾合作，不得了了。你中国再多的蜂群无人机，你再多的所谓的这个铺天盖地的地狱景象无人机，对他们没有效果。现在看起来的话，任姐，美伊战争已经进入到好了，以色列说他斩首了伊朗的一个国安首长，是，然后川普一定很头痛，那荷姆斯海峡到底该怎么办？然后他们现在用了很多很重磅的一些的钻地弹，而且是沿着荷姆斯海峡的一些基地，意思是要告诉因为他叫全世界大家帮忙，大家也不愿意帮忙啊，因为伊朗已经放话，你们谁帮忙，我就打你，所以大家就犯不着为了这个，然后把自己置于这样危险之地，所以他现在只能自己解决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吗？而且伊朗的问题在于是他真的敢打，因为这一段时间他对于周边几个国家，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反击是说你美国在这边有基地的啊，我就打，那结果后来炸了这个法国啊，法国的这个基地啊，搞到这个马克宏也赶快跳出来说，美国打之前也没跟我讲过，怎么换炸了我的基地哦？后来炸了这个法国啊，法国的这个基地啊，搞到这个马克宏也赶快跳出来说，美国打之前也没跟我讲过，怎么换炸了我的基地哦？那所以这里面当然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周边国家到目前为止有被伊朗攻击的，我认为相对都还保持在克制的阶段啊，没有说今天你打我，开什么玩笑我就跟你反击啊。但这个克制能够克制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也会取决就是伊朗哦，因为他现在开始针对油的部分哦，像大家去看到他去针对这个阿联的这个油田去进行攻击哦。不过呢，确实伊朗他也在做大他未来当真的遇到就是说要坐下来谈判的时候，我的这个谈判面能够有多大嘛？啊，所以第一个，伊朗现在证实了，说你以色列确实不断的在攻击我。哦，包含到你的第一波攻击，说把我这个何梅利亚什么的啊，这个抓走啊，杀死之外，现在说国安首长这个排名的第2号的这一个叫做拉里贾尼也遭到斩首，而且证实啊，我就觉得他这个其实也有一点文宣的概念啦，就是说你今天不断的还在攻击我，所以我的反击是正常的，我是合理的。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伊朗去攻击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那个还跑出来讲说，哎，不好意思了，我们因为最高领袖这个遭逢噩耗，我们一时乱了心智，失了方寸啊！但是他的国防部长还是继续打嘛，啊，那所以他现在才告诉你讲说，你还在继续攻击我，还在斩首我的所谓的领导阶层。第二个呢，因为这样，你看他开始用干嘛？用极速弹头狂炸以色列。过往大家在讲说用极速炸弹这件事情在战场上比较不太会用在平民区啊。
啊，因为很容易滥杀无辜嘛。美国现在一直在强调，还是强调认为他在做精准打击嘛。我去搞你的这个油田，但是我打的可不是你的设施啊，我打的是你的军事基地啊。但是伊朗现在告诉你讲说，没有啊，你既然不断的攻击我的人，那我现在也用这个东西换我来炸你的以色列。那我也讲嘛，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就算能够拦掉1颗，拦掉2颗，那你还是会有没拦到的。那对于以色列来讲，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伤害？而且伊朗现在点名就是说，川普啊，我告诉你哦，给你一个小惊喜。好，当然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在军事上的较真，但可怜的还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啊。那我认为川普他当然还是有遇到一些的状况，就是说对于伊朗发动攻击，这是一件事。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台阶下的时候，就你如何告诉大家讲，我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什么地方，我达成了我就要撤。第一个嘛，他的宗教领袖你已经把他杀死了。第二个是你如果要掌握他的油，对于伊朗来讲甘不甘于让你掌握？但是现在也传出来讲说呢，对于川普来攻击伊朗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所谓的美国人，甚至是美国官员都认同。所以呢，就有一个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高阶情报官哦，也直接就请辞了啦。而且讲的那个说法叫做伊朗对美国其实没有迫切的威胁，这个话不由得让大家想到当年伊拉克那个状态也是嘛后来拍成电影嘛，什么化学武器啊，什么就是你看那个电影当时在演的时候，就是一直收到情资说这个地方就是有武器，有是这样，结果大军拉过去之后发现下面龙博，就等于是他的情资其实这些。我认为这个其实会挑战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于他川普把大量的军力，如果未来要投入到伊朗的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接受？我现在讲是美国人民所以呢，现在要不要让这个战火停下来美国如果没有停止他的行动，伊朗也不会停止行动状态下。现在讲说呢，这个伊朗的这个领袖了当然这个领袖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到底能不能执行职务也不知道还有太多的这个传言。但是现在说他们开出了一个外交会议，而最重要是所有的做法，伊朗要达到的战略最高目标，就是要让美国跟以色列都会屈服。主持人1分钟，请问一下，神秘电波640939是什么？是它真的会让有人听到这个电波，或者感受到这个电波，就开始突然跟醒了一样变特工吗？应该这样讲，这个是因为这台这种所谓的随身携带的旧型冷战时代的这种所谓的数字接收器，它是短波电台的那个，所以它可以是打短波电波出去。那因为其实现在的美伊之间，反正那个间谍其实满天飞，也不知道谁是间谍，所以它很多要回到那种传统的数字化的短波的，不是这种不是 digital， 不是数，才不会被破解。应该这样讲，这个是因为这台这种所谓的随身携带的旧型冷战时代的这种所谓的数字接收器，它是短波电台的那个，所以它可以是打短波电波出去。那因为其实现在的美伊之间，反正那个间谍其实满天飞，也不知道谁是间谍，所以它很多要回到那种传统的数字化的短波的，不是这种不是 digital， 不是数，才不会被破解。那这个所谓的640939它其实只是一个起始码，就是我知道在用这个东西提醒你，而且它就是照3餐，就是照这个穆斯林的三个时间5点半、9点半跟这个晚上3个时间，然后再去播，然后让在伊朗有这个短波电台设备的这个冷战时期的设备的，它能够很快速的接收到说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或者是接下来我有什么情报的指令等等。所以美伊的战争打到现在，不只是什么封锁荷姆兹海峡，不只是什么钻地弹，不只是这个彼此间的叫嚣，其实情报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决定之后伊朗到底能够打多久持久战的一个状况。对，来明凤，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郑丽文到底会是今年的选举？是票房毒药，还是他真的是个大利多？当然是票房毒药啊，这就已经得到共识啊。第一个受害者叫李四川嘛，最近又跑出来一个人叫谢龙介他民调无缘无故突然掉了这么多，然后呢，他当时选举的时候，他还说这个是正常的那等到选举的时候就会拉近。可是问题是这波是你本来是跟这个陈亭妃拉距比较近的，那你现在没什么事的情况之下，无缘故谢龙介有讲错话吗？其实也没有然后这个台南有发生什么事情吗？陈亭妃有
有什么大力多吗？也没有啊。那整个就是在跑这个基层的选举嘛。那你莫名其妙突然掉了30几%，掉成30，掉了这么多%。那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现在最活动的就是政协会的时间嘛，每天他们党中央的主席就会预告说，就像那个电波一样啊，对不对？政协会要来了，政协会要来了，这一直喊到年底，那这个南2都就输光光嘛，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现在就是你北部，连北部你四川也不晓得为什么啊，对不对？对，他会讲说，那你个人有什么东西吗？也没有啊。没有啊。他基本上被提名那天应该有一些庆祝行情啊，或是蜜月期吧。那本来这个1月前农历年前还高苏巧慧这么多，那突然就掉了跟苏巧慧追平。然后呢，这个侯友宜的执政满意度有比较少吗？也没有啊。就跟那个相同民调做起来，跟1个月比还是一样啊。那唯一变化就是只有郑丽文嘛，民调是现在所有政治人物里头最低的嘛，23%而已啊。所以说，那这个东西有波动，有变成因素的，真的就只有国民党中央啦。这种路线谁可以认同嘛？大家会唯恐之不及。现在就是卢先生去美国 AIT 给他2小时的高规格的这个深谈，这种规格的对待，那回来之后，好，他这个会不会跟蒋万安共组一个所谓其他的比较诸侯型的联盟，共敌党中央？这种才是整个国民党要面对的问题啊，否则他就票房毒药一直毒死大家而已啊。因为现在已经出现第2个，会不会有第3个，会有第4个？柯志恩做一下柯志恩会不会变成第3个？我好担心柯志恩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整个国民党，我觉得每个国民党都还在躲在那个，就像鸵鸟躲在沙里头，把头埋在沙里头一样，不肯去面对。那整个政协会其实是负面非常大嘛。那现在我一开票都是朱系人马，还有马系人马，马是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了哈，然后这个就是他委托的人做一个决定嘛。OK， 未来来讲的话，真的因为川协会往后延，那政协会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尤其对国内在政治氛围或是实际上选战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妹子妹，我们明天见，拜拜。